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有了一个真值表以后，如何得到相应的逻辑表达式呢？我们也有三部曲。首先呢，你需要找到那些所有的语组合产生输出是一的表达式。那么对于这个真值表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组合产生了输出一，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 A 与 B 反与 C 能够产生输出一。类似的 ，A 与 B 与 C 的反能够产生输出一，还有 A、B、C 能够产生输出一。而且根据真值表，我们知道只有这三种语的逻辑组合能够产生输出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三个逻辑组合用或组合起来，也就是说 A 与 B 反 C 再加上 A、B、C 反，再加上 A、B、C， 我们说这就是 Y。 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说呢？首先，它们中任何一个为一的时候，输出是一，这符合输出有三个一的结果。其次，根据前面，只有当这三个为一的时候，才能够有三个一的输出。所以通过这两个判断，我们知道这个表达式一定对应着 Y。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步，我们需要对这个进行简化，从而得到它相应的最简的逻辑表达式。那么从这个逻辑表达式到这个逻辑表达式的简化过程，大家将在数字电子学中学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介绍最常见的逻辑门。首先是缓冲器，缓冲器的输出和输入具有相同的逻辑。那么接下来呢是反向器，反向器从图形上来看，就是在缓冲器的输出加了一个圈儿。反向器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非操作。接下来还有语门、语非门，语非门就是在语门的输出加了一个圈儿。或门和或非门。那么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三种基本逻辑表达式，分别是反向器、语门和或门。但是呢，在此后的即讲里，大家可以发现，实际上在工艺中最方便制造出来的是反向器、语非门和或非门。为什么是这样呢？请大家关注以后的即讲。但是无论如何，这六种逻辑门都是最基本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了一个逻辑表达式，那么如何用基本逻辑门来实现这个逻辑表达式呢？比如说你要实现 A 与 B 和 C 的或，那么很显然，我们首先有一个或门，它的输出在与 A 进行语操作，这样不就行了吗？所以只要有基本逻辑门电路，就可以构造出任意复杂的逻辑表达式。那么好了，我们最后来回答如何用逻辑表达式，或者说如何用逻辑真值表来实现数值的运算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解决了数值用二进制来表示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用逻辑门或者逻辑表达式完成数值哪怕最简单的运算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从简单到复杂来实现任意数值的计算了。我们在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就是半加器。大家回到小学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做加法，1加1，如果说是二进制的话，那它当然和是0，进位是1，我们这个是和，这个是进位。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加法方法，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真值表，或者说逻辑，或者说计算呢？我们假设这是一个输入 x， 这是另一个输入 y， 这是一个输出 s， 这是另一个输出
C。我们现在呢，就根据这样一个最原始的计算方式来写出真值表。我们首先需要制表，把 x、y、s、c 都写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所有输入的组合都写进去。好，我们就挨个来讨论 s 和 c。如果说相加的两个数分别是0和0的话，那显然和是0，进位也是0。如果是0和1相加，显然和是1，进位是0。1和0相加是一样的，和为1，进位为0。1和1相加，使得和为0，进位为1。好，现在我们认为 x 和 y 是两个变量， s 是一个输出的话，我们观察这个，你发现 s 怎样用 x 和 y 的逻辑表达式来表达呢？回想一下此前几页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你就可以发现 s 可以写成 x、y 反再加上 x 反 y。那么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用 x 和 y 的逻辑组合来表达 c， 那也就是说 c 是等于 x 和 y 的。结合此前那页的展示，大家就可以知道，你可以用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来实现进位，实现和。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来实现半加器。有了半加器以后，我们不就可以实现全加器了吗？什么叫全加器呢？全加器是有3个输入，我当前的 x、当前的 y 和下一级进来的进位。那么我们把它分别都定义叫当前级是第i级。那么我们当前第i级的和我们向下一级的 i 加1级的进位，这就是一个2输入3输出的一个逻辑系统。大家回去不妨想一想，如果说你已经构成了一个半加器的话，如何能够生成一个全加器呢？如果说你已经生成了一个全加器的话，如何构成一个4位的加法器呢？如果说你很好的掌握了本讲的全部内容，实现这些都不困难。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